只有短短几秒的视频显示，俄军苏27战斗机从美军 MQ9死神旁边高速掠过。当时双方并没有在空中进行肢体接触。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that what's the level of intention? In other words, did Putin himself order this? Did the Russian military order this? Was this a Russian pilot who saw an opportunity and was sort of acting on his own? We may not know that, or it may take us a while to go figure that out. And I'm sure that President Biden is going to be thinking that what he's trying to avoid here is, of course, is an escalation with the Russians. Remember, his first goal in this war has been help the Ukrainians. So my guess is that both sides will probably cool it down, even while declaring themselves in the right. 就在16号晚些时候，美国欧洲司令部也发布了据称是由涉事美军 MQ9 无人机拍摄的现场画面。视频显示，一架俄军苏27战机逐渐接近这架美军无人机，并在拦截过程中倾倒燃料。随后两架飞机相撞，视频也因此中断。美国防部称，这一遭遇事件持续了30至40分钟。事实上，自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战机在俄周边海空域展开了多次侦察与反袭扰的较量。而此次无人机坠毁事件，也是1年多以来美俄战机首次发生相撞事故。随着俄乌冲突进入关键时刻，外界也担忧此次事故是否会导致局势朝着更加危险的方向升级。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美国把很多的这种 MQ9 无人机呢部署在了罗马尼亚，经常在黑海地区进行这种侦察监视的活动。正是因为它的侦察监视的活动把这些情报提供给了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用无人机、无人的艇还有其他一些装备打击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那么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警觉。那么将来很有可能美国再派无人机来侦察的时候，会离就是现在俄罗斯划定的这个禁飞区远一些，或者是来的频次少一些，因为它不可能不来，因为不来它就缺失黑海方向的这些情报。MQ9 是 MQ1捕食者无人机的升级版，于2001年2月问世，其速度更快，传感器更灵敏，可以携带更多弹药，能够执行远程对地打击、收集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在不装载弹药的裸机情况下，续航时间高达42小时。这些优点使其成为追踪战场及黑海动向的理想装备。此前 ，MQ9 曾经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广泛使用。尽管美方标榜其精确打击能力，但是频繁造成平民丧生的事实也招来广泛批评。其最具挑衅性的实战经历，要数2020年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MQ9 呢，实际上它有2个型号 ，A 型呢叫死神，主要是插打一体，主要是用于陆地上啊，就是对地面上的这些建筑或者是这个行动的车辆进行打击。还有一种这个 MQ9B 型，它叫海上卫士，主要是长时间的在海上滞留，发现海上的这些水面舰艇的活动情况，还有水下的潜艇的活动情况。我们看呢，这次它的主要的任务，一个是测试俄罗斯的防空反导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进入你的这些就划定的禁飞区以后，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据悉，一架 MQ9 无人机造价不菲，且成本持续攀升。2008年每架造价为1400万美元，到2020年飙升至3200万美元。本次坠机事件发生后，美俄将焦点落在了对其残骸的打捞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无人机坠落于克里米亚西南方向大约110公里的黑海水域，已有俄方人员抵达相关水域。The Russian Navy has ships based in Crimea, so it wouldn't have been that difficult for them to get their ships to the crash site. Of course, the crucial question, and this is what's unclear, is how much, if anything, were the Russians able to recover from the MQ-9 drone? 据俄新社15号报道，俄黑海舰队前司令弗拉基米尔·科莫耶多夫接受采访时称，俄海军潜艇部队有能力打捞起该架无人机。但要注意的是，一旦开始这种打捞工作，就存在遭到乌方袭击的风险。包括他们会派遣实施破坏活动的潜水人员和使用无人潜航器，因此必须保证安全执行这项任务。而对于俄军捷足先登，美方却表现得异常淡定。We know where it landed in the Black Sea. It's probably about maybe 4,000 or 5,000 feet of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ny recovery operation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at that depth by anyone. It probably broke up. There's probably not a lot to recover, frankly. As far as the loss of anything of sensitive intelligence, etc. As normal, we would take
and we did take mitigating measures. So we are quite confident that whatever was of value is no longer of value.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也表示，美方已采取措施，使俄不可能从无人机残骸中获取任何有用信息。Again, I want to stress here, Wolf, that whatever's left of that MQ-9 on the surface is not going to be much. It's not going to be all that valuable. And again, it's our property, and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Russians getting it. But we're not overly concerned about anything they might glean off of it. 虽然科比并未透露美方到底采取了何种措施以保护无人机机密技术以及执行监视任务时所拍摄视频，不过根据美方官员此前的说法，美方可远程删除高科技无人机上的敏感信息，并使无人机系统不再可用。美俄无人机对峙事件仍在加码升级，美俄防长与总参谋长周三都通了电话。美防长奥斯汀与参联会主席米莱周三联合出席记者会，扬言将继续对俄抵近侦察。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军尖端无人机坠黑海呢？实际上它是一连串的非常事态。那么，我们不妨从时间链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首先呢 ，MQ-9无人机被美方确认是从美军驻鲁马尼亚的这个军事基地起飞，它的坠毁的海域大概是在距克里米亚半岛最南端50至80公里的海域。那么，美媒最初曾经爆料 MQ-9它是被俄军苏27战机击落，但这明显是美方的烟雾弹。俄方已经确认苏27的挂弹呢并没有启动。昨天呢，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他在记者会上也承认，不确定苏27与无人机空中碰撞是不是有意为之。那么美媒为此找补的碰撞细节是，苏27撞到了 MQ-9的后部，致其螺旋桨损毁，那么无人机最终失控坠海。华盛顿邮报引述五角大楼的一位匿名人士弥补了一个所谓的关键细节，坠毁无人机是由罗马尼亚基地2人进行操作，其中1人呢负责操控机身，另1人操控机上的电子设备。那么无人机在坠毁之前已经收到了远程指令，展开所谓机上数据的自毁行动。言下之意就是，未来即使能够有残骸真的被俄方那么打捞出水，也不会是有什么情报价值。但是呢，我注意到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昨天在接受 CNN 采访时，也在为这个所谓的自毁情报说在打补丁。那么自毁行动 not foolproof， 也就是难保万无一失。那么美方已在尽最大的可能来降低它的情报价值，以免落入他人之手。我们从俄方的表态来看，也在强调要打捞残骸，而且呢态度坚定。俄国安会的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就强调说，虽然并不确信会不会成功，但是呢打捞必须要做。帕特鲁舍夫就再度指责无人机现身黑海是美军直接参战的又一铁证。那么俄罗斯会打捞死神坠海残骸吗？会否引发美俄新一轮的对抗？美俄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吗？我留意到美俄高官这2天都在密集警示军事对抗的风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就强调说，作为2个超级大国，全球最大的2个核武国，任何事态引发的对抗都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美方必须明白这一点。当然了，拉夫罗夫他把俄罗斯称作是超级大国，估计美国甚至是其他国家都很少有人会同意。那么无独有偶，昨天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和米莱共同见记者时呢，也谈到了坠机事件有引发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但是呢，他同时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强调呢沟通有助美俄2国避免误判往前走。昨天呢，米莱在联合记者会上也谈到了打捞问题。他一方面声称坠海无人机残骸中不会有所谓的重要情报，一方面呢又强调美方知道残骸的分布地估计是坠落于1200米至1500米的海底。那么如此深度的打捞作业可以说难度极大，而且呢，坠海无人机大概率已经解体 ，There's probably not a lot to recover, frankly。坦率地说，估计能够捞上来的不会多。那么，虽然俄罗斯外情局的局长纳里什金声称说打捞美方无人机残骸存在技术的可能性，而且呢，俄方对判定美国最关注哪些个俄罗斯情报目标以及美方采用的情报设备兴趣浓厚，但是呢，有理由相信俄方打捞残骸的这个动机实际上并不迫切。虽然美俄这2天都有高官就无人机事件
在密集打嘴炮，都在向对方示强。但是呢，我认为类似喊话大多是讲给本国公众听的，甚至可以看作是美俄舆论战的延续。那么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呢，美俄升级对抗的风险是可控的，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美俄防长与总参谋长同日就无人机事态进行电话沟通，已经就此对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